一寸一寸思绪，莫怪春风一阵一阵转身。赤烈，你的手在抖。七宗宗主竟连一同上前的胆量都没有。上海起红红，去时空空，回首干扰面容。心不定前世纷纷，日期闪闪，似的几分。若要是我愚钝，是我天真，是我不想躲。缘分若停顿，为何用？当归，你今天第一个醒。谁在说话？元芷，别装了，我看到你睁眼了。声音很近，是凡人，怎么落在凡人手里了？麻烦。半夏，你昨晚又踢被子了。他在跟动物说话，还给他们起名字。这人是不是脑子有病啊？你是谁家的兔子？谁是你家的？把你的手拿开！本君乃九幽魔君，魔气出！本君的魔气呢？500年的修为没了，被一个喷嚏打没了！你不在寿元的名册上，昨天也没有新的灵兽报备。灵兽园，正道的地盘，本君从魔域之主变成了正道的灵兽，连灵兽都不如。灵兽还有登记，本君连登记都没有。不过没关系，先住下，我帮你补一个。倒是挺自觉。别怕，我不碰疼的地方。本君没在怕，你听不懂而已。你又不会说。这个身体太弱了。兔子的身体自制力太弱，他自己要靠过去的，和本君无关。你饿了吗？不饿。这个身体他自己叫的，和本君无关。本君不喝羊奶，500年前在荒原上喝过一口，连吐了3天。不喝不喝，这人怎么老觉得我需要吃东西？这么挑食？你才挑食呢！本君是魔，不用吃饭。胡萝卜，哼，本君不吃嗟来之食，那是风吹的。你喜欢胡萝卜？我不喜欢。这个身体跟本君的意志完全脱节，耳朵自己竖，嘴自己吃，本君控制不了。新来的小黑兔，喜欢吃胡萝卜，耳朵会动。小黑兔，本君是九幽魔君，魔域之主，万魔至尊。500年前你祖宗还在玩泥巴。还有，虽然本君不在乎称呼，本君是在说你起名水平太差。当归、远志、半夏都挺好听的，怎么到本君这就成了小黑？你有没有审美？晚上外面冷，白天你可以出来。那个门，你想关就关，不关也行。不用你教，本君知道怎么关。500年来第一次有人把本君关进笼子，然后又把门打开，多管闲事。他到底想干嘛呀？真是蠢的让人不知道该怎么讨厌了。算了，今晚先不管，笼子里确实比外面暖和，这个理由就够了。滚滚，慢点吃。野山，
身为魔域前锋大将，现在在吃糊糊，头都抬不起来，比本君的处境还惨。行，本君平衡了。又来了，你一天要摸本君几次？这次不会失败，本君的魔威。啊！这是什么怪物？今天给你换了新的甘草，昨天那个有点潮。别颠了！你爪子挺有力气的。废话，本君500年前单挑过3宗联军呢，现在被你抱起来，真行！你更狠。你先晒太阳，我去给水流换草料。虎煞、玄蛇、铁山、虞姬都活着，都在这座灵兽园里。咋都跟本君一样变成了动物？虎煞变了个什么？魔君大人，虎煞，你胖了。属下还想问您怎么变成兔子了？您这个体型，真是天道好轮回啊！你真是大笨猫。属下是剑齿虎，不是猫。唉，这个身体太弱了，飞不起来，跳不动。属下昨天试图抓一只蝴蝶，跑了，蝴蝶尊严全没了。本君昨天被一个凡人打了喷嚏，你说完了吗？您毛色不错了，纯黑，没杂色。就是您现在长得太大一只了，看着没有那么萌了。您这一紧太萌了。闭嘴。得嘞。胖虎，你和新朋友打招呼呢？500年的左荒法，居然被人挠肚皮打呼噜。俺们这是战术性放松，才不是真的舒服。你的尾巴在摇，那是风吹的。这个凡人知道我们不是普通动物吗？应该不知道吧，不然他会给每只灵兽都起名字。你叫胖虎，本君叫小黑。胖虎，这名字属下嚼着还行。不丢人。魔君大人，您的耳朵在动。你管这么多？本君这是太阳晒的。他又不关门。第3次了，这人记性不好还是故意？他刚才明明关了，却又打开，他是故意的。不放在笼子里，不放在外面，放在线上。本君要吃什么，就得跨过这条线，本君才不跨。白天你可以出来。你哪只眼睛看到本君想出去？晚上冷，笼子里暖和一些。你知道冷还把门打开，你逻辑有问题。龙门可关可不关。后来再也没有人敢关他，直到今天，一个不知道他是谁的正道杂役把兔放进笼子里，又把门打开。你不关，本君也不关。忘了加火盆，今晚要冷一些。你又记什么？
本君的耳朵刚才那是热胀冷缩，和你的炭火盆无关。炭火盆放那么近，也不怕烧到笼子。你是不是什么事都这么不上心？他刚才居然笑了。本君不过是蹲在门上，有什么好笑的？你养过那么多兔子，没见过兔子蹲门上吗？明天给你带胡萝卜。那明天本君等你。围墙高度目测6尺，这不是轻松拿捏吗？但本君沉淀500年的魔尊核心力量仍根基骨髓，分毫未散。大概踏这块巨石借力，一跃登顶假山。魔君大人，我没看错吧？您这跳牢盖是整的老霸气了，结果采花砸属下身上了。住口！属实没想到啊，您刚才那起跳气势拉得快冲破天际了，谁能想到啊，登下山都能脚底打滑，您这掌控力属实退步的有点离谱。这石头再滑，也不至于把您这位魔尊给撂翻吧？属下都替您尴尬。聒噪。玄蛇、铁山和雨姬呢？他们都在哪儿？玄蛇在白之袖子里，他醒得最早，自己选的位置。你看，铁山在寿兰那儿呢，正吃糊糊呢。雨姬左翅有旧伤，飞不高，但耳朵比以前更灵，全灵兽园的八怪都能听到。叫他们过来。魔君大人，刚巡查完灵兽园，有好消息也有坏消息。好消息是灵兽园守备松散，仙门弟子大多离岗巡山，现在是绝佳的出逃时机。四周禁制处于半休眠状态，不会触发警报，机会千载难逢。不过方才园内传来超大动静，一声重物落地闷响，动静贼明显。听动静，一定是哪个笨蛋学艺不精，翻墙摔惨了，丢人丢大发了。你专程赶来就是为了汇报这个？属下如实汇报园区异动啊，园内突发异响，不明动静，本就是重要情报。属下身为魔域情报总管，园内风吹草动异常动静都得一一报备。属下怀疑那笨蛋大概率摔得不轻，那动静老大了。雨姬，你可少说两句吧。魔君大人刚才跳了不到1米高，心情不好。魔君大人，你咋变成兔子嘞？他说今个早上看到你的时候，差球不多把早饭拱翻嘞。铁山，你早上吃的什么？他说糊糊，萝卜味的，加来梅麸，白煮做的，比魔芋的军粮好吃的多。他说好吃多的时候耳朵在抖，这个细节他让我一定传达。行，比军粮好吃。本君这500年白养你们了。今天的议题，解除封印，每个人的状态互杀。能跑3步，能跳1尺，比您高1寸。你再说一遍。能跑3步，能跳1尺，和您齐平。他刚才说比你高1寸，我听到了。玄蛇，万年内丹完整，但封印把我的精神力压缩到只剩感知功能。我能感觉到身边一切灵力波动，在白雾秀丽中尤其清晰。他的净灵体能稳住我的封印，所以我选了他。他主动钻进凡人的袖子，玄蛇从来不主动靠近任何人，500年来第一次。这个白主到底有什么特殊？铁山，他说姚丹正常，但身体硌得很，有力气使不上。今儿个早上拱土挖到3只蚯蚓，比昨儿个少。他表示不咋得劲儿。这是属下翻译的。嗷嗷嗷！雨姬，属下妖丹被封印了9成，飞不高，左翅有旧伤。
但属下的耳朵和以前一样好听。全灵兽园没有一个八卦，能逃过属下的朱雀峰的刘师兄和内门李师妹，前天晚上在后山私下会面，属下亲眼看到的。说重点，重点就是属下的情报网还可以运作。虽然属下现在打不过一只麻雀，但属下能让全灵兽园的麻雀都替属下打工。行，本君总结一下：左护法跳1尺的虎，右护法一条没有攻击力的蛇，前锋大将拱土的猪，情报总管被麻雀欺负的鹦鹉，魔君超大的兔子。这就是魔域现在的全部战力。属下觉得这个总结很精准。封印是天罡诛魔阵残留的禁制，正道的法术。破解的方法，本君现在没有修为，你们也没有。唯一的方向是白术，他的体质能抵消魔气。玄蛇，你在他袖子里待了多久？察觉到了什么？3个月，他的身体会自动净化魔气，越靠近他，我的封印越稳定。但与此同时，封印也在加固，就像被泡在一层透明的壳里，舒服，但出不去了。他在同祸你，不是伤害。什么意思？正道的法术排斥魔气。天罡阵的原理是把魔气排溢出去，像伤口排异物。但白主的身体它在融合，没有排异。他的净灵之力进入玄蛇的封印后，渗透进去，不是撕裂。他把封印变成了玄蛇身体的一部分。听起来好像比正道那些法术好一点。正道的人在被动防御，他在主动接纳，两者完全相反。他说，那我们就不跑了，就在这儿住下来。他说这里的伙食比魔域好，食堂的红薯贼得很。铁山？贼得很是铁山教你的新词？铁山什么时候会教人词了？他在地上写的，歪歪扭扭，但属下认出来了。不跑了，至少暂时不跑。先搞清楚白直的体质，搞清楚这座灵兽园底下压着什么东西。那魔域那边呢？本君的命牌还在魔域大殿，如果命牌碎了，他们会知道本君没死。如果他们以为您死了，那就让他们再以为10年。上次等了10年，这次也一样。小黑，你踩到我的龟壳了。太爷，这个萝卜不错。你变兔子了，比上次见面的时候大了3000倍左右。太爷，您怎么在这里？等人，2个，已经等来了1个。太爷，您等谁？等了多久？你这只虎问题真多，8000年够久了吗？400年并肩作战的默契，全用在装死上了。你们聚在这里啊？没关系，灵兽园地方大，你们想在哪儿就在哪儿。他没发现吧？他感觉到了，只是没说。你没问，你早就发现，觉得不需要问。本君在你笼子里住了3天，你从来没问过本君从哪里来。你是不是对所有圣兽都这样？既然都在，我给你们把名字写进名册。虎煞，名册编号第203，胖虎。叫谁胖呢？是你。白蛇，编号第204，小白。野猪，编号第205，滚滚。喜欢这个名字？那就好。
鹦鹉，编号第206，翠花。翠花，喵。500年的左护法，自我介绍，喵。胖虎，你认了，你这就认了。本君给你起的封号你不要，一个凡人叫你胖虎，你答应了。行，本君记住了。魔君大人，您的耳朵都活着，猫也好，蛇也好，朱鹦鹉也好都活着，还多了一只乌龟，可能是本君这辈子最好的消息。本君没敢动，兔子眼睛进沙子了，别问本君沙子在哪儿。魔君大人，属下觉得这个灵兽园好像也不赖，我同意羽姬，暂时在一起。4只废物，1只万年乌龟，一个不知道本君是谁的正道杂役。本君500年前单挑3宗联军的时候，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窝在这里，窝在这里还觉得不坏。丹桂，你今天又迷路了，窝在那边，食草在这边。他每天都是这个顺序：当归、远志、半夏、独活、忍冬，每只都有一个药材名，全是中药。这人起名的方式是一本活的药典。滚滚，昨晚你又把被子拱穿了。他点头了。铁山在说被子太小嘞，和拱一哈就穿嘞。他听不懂，但他点头了。这个人对所有动物都一样，你叫他一声，他就觉得你在跟他说话，他觉得你有话要说，哪怕你只是一只猪。胖虎，早饭。500年的左护法剑齿虎被一条鱼竿叫醒了，本君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哭。心形，他把胡萝卜切成心形了，这人是不是有病？谁会给兔子切心形胡萝卜？本君不吃心形的东西。不，本君的意思是胡萝卜就是胡萝卜，切成什么形状都是胡萝卜，心形不会让胡萝卜变甜。本君多吃了，和心形无关，兔子身体自己要吃。算了，不解释了。早，小黑。早，没再跟你打招呼，兔子身体自己要看，本君在看，看你今天要干嘛。他要给我们洗澡。500年前的魔域左护法，百战不死，怕水。你昨天在泥地里打滚，今天得洗。你怕水啊？他没松手，从头到尾没松手。虎煞挠了他好几次，他脸上还有水花，他在笑。你这就被果服了？500年，一条鱼竿加一条毛巾，你的尊严呢？这个布是暖的，他提前烤过的。滚滚，重新洗。滚滚，你原来长这样。他说鹅原来长这样，语气像发现了新大陆。本君认识铁山500年，第一次看到他洗澡后的样子。水是温的，你不想洗就不洗。你不抓本君，本君就不洗。不对，本君重说，你至少该坚持一下。你直接放弃是什么意思？你觉得本君不需要洗？本君很干净，本君确实很干净，但你应该坚持。你放弃了，本君怎么拒绝？玄蛇，你在看什么？
本君什么都没做，本君只是蹲在水盆旁边，和这盆水没有任何关系。本君只是觉得毛上沾了灰，和他说温水没关系，盆的大小也没关系。好吧，水确实很舒服。虎煞，属下什么都没看见。魔君大人刚才什么都没做，属下以魔域佐护法的名义发誓。他又在本子上写什么？本君没洗澡。哼，本君只是沾了一下水，那不是洗澡。他最好别写小黑今天洗澡了。他一天干的活儿，3个杂役的量，没人帮他，没人问他累不累。他喂完200只灵兽，然后自己去上课。这人没脾气的吗？小黑，我回来了。你肩上那道印子，你不说，本君也不问。本君现在只是一只兔子，兔子什么都不需要知道。别提。哼，更加用力。我说，别提。没事了，他走了。你有脾气，你只是把脾气全留给踢栅栏的人，自己不生气，替不能说话的灵兽生气。本君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种人。当归今天吃的比昨天多了一点，应该是天气暖了，胃口开了。他每只都记，每只200多只灵兽吃饭、睡觉、拉肚子、打喷嚏，他全记在本子上。本君这辈子没见过这么能记的人。远志今天跑了一次，被我抓回来了，他还是想走。那只鹤天天想跑，你天天抓，你不累吗？滚滚洗澡3次才洗干净。那是他拱了3次泥，那是他500年没洗过澡。小白今天在袖子里待了一整天，没出来过。那是他觉得你身上舒服。小黑今天洗了澡。本君没洗澡，那是沾水，不是洗澡。耳朵和昨天一样，动了3次。你怎么知道3次？你不可能一直盯着本君看，你哪有时间？你不是在喂当归吗？你不是在抓根治吗？你不是在给铁山换水吗？你不是在给虎鲨裹毛巾吗？本君的耳朵动了几次？你是怎么数出来的？小黑，今天心情不错。本君没有。一只虎打呼噜像猫，一只鹦鹉说梦话模仿宗主，一个杂役把200只灵兽每只的吃喝拉撒记在本子上。本君500年来见过魔域所有怪人，这座灵兽园的怪排第1。这个糊糊也行。梦游拱土，本君今天见到了前锋大将的隐藏技能。白主，你猜我今天……我靠！你想多了，小黑很乖的。他刚才是不是翻了个白眼？没有，兔子不会翻白眼。本君会，但本君翻了，你们也看不懂。白师兄，你这只兔子好漂亮。小黑，我带了新的紫苏草，你喜欢？本君没有说喜欢，本君的耳朵那是风吹的。晚上的风你不觉得大吗？白师兄，小黑喜欢紫苏草。你又记，本君只是耳朵动了一下，谈不上喜欢。算了，你记你的，反正本君的耳朵你天天数，多一笔少一笔也没什么区别了。明天我还来哈。小黑今天洗了澡，耳朵动了4次。紫苏草爱吃，比胡萝卜多动了半拍。玄蛇汇报数据。我在他袖子里观察了12个时辰，他的灵力有1半以上不在他自己身上，而是往下渗透。灵兽老弟弟有一个大型聚灵阵，他的身体是阵眼，
整个剑宗弟子修炼时都在用他提供的净灵之力，他自己不知道。他的养父设的阵法的纹路，白无尘的手笔。时间，白柱被收养的那一年。所以白无尘收养他，让他当杂役，喂灵兽，其实在用他的身体给全宗当净化器。属下有个问题，如果白主的体质一直在被动输出净灵之力，那为什么靠近他，魔君大人的元神会自己修复？我们几个一点力反应都没有。优先级，净灵体一次只能处理一个魔气来源，最强的那个先被净化。我们5个，黑兔子的魔气最强，所以他一个人占用了全部。意思是我们4个被挤掉了，要排队，对头永远站着魔君大人，他不动，我们就永远排队。你说本君挡了你们的信号？客观来说，是的。他说：“魔君大人，信号能不能给我们分一下吗？就一点点也行。”怎么分？本君离白主远点儿。理论上，如果您3天不靠近他，净灵体就会自动切换到下一个最强魔气，也就是属下。3天？对，就3天。您可以的。魔君大人，您以前北征滨海的时候，独自穿了2个月无人区，3天不碰一个凡人，应该很简单。好，3天，本君离他远点儿。搞清楚了，这是战术测试，和感情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不找了，他把胡萝卜放那就走了。正常人找不到自己的宠物会再找一会儿，你是不是对所有灵兽都这样？丢了就丢了？不对，本君不是你的宠物，本君是魔君，魔君不需要人找。他看到我了，不可能，本君只露了2只耳朵，黑耳朵和黑石头一样的颜色，他分不出来。本君的背很直，很坚决。你看到了吗？本君在拒绝，和净灵体无关。本君自己在舔爪，很忙。阿林，兔子2天不吃东西，是不是病了？小黑不吃东西，不应该呀。他平时最喜欢胡萝卜，是不是心情不好？白师兄，你拿这个试试，有时候是想要人陪。以前我养的兔子也这样。不理他3天，他就不理我3天。他在假山上，算了，谢谢你，阿林。小黑，你是不是生我的气了？本君没有生气，你怎么会觉得本君在生气？本君是魔君，魔君不需要生气。本君不杀你是因为你还有用，和你的声音没关系。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你连发生了什么都不知道。本君在躲你。你为什么要道歉？行了，3天到了，本君下去。测试结束了，因为玄蛇该出结果了，和你说生我的气了没关系。本君只是回来了，你至于笑成这样吗？刚才那句话你不是在问一只兔子吗？兔子听不听得懂你也不知道，但你问了。今天换了黄胡萝卜，阿林说你可能喜欢甜一点的。你又记，黄胡萝卜确实比红的甜一点。本君客观陈述，和你的选择无关。结论出来了，我们的封印没有任何变化，你的躲避计划没用。所以魔君大人白躲了3天。属下刚才绕着剑宗飞了一整圈，地下那个聚灵阵，阵眼就在灵兽园正下方，覆盖范围刚好是整个剑宗。阵法的纹路是白无尘的手笔。时间，白主被收养的那一年，整个剑宗弟子修炼时都没有走火入魔，是因为白主的净灵之力被阵法抽取，散到了每个修炼室下面。他一个人在给全宗当净化器，所以魔君大人3天没回笼子睡觉，趴在石头上吹风，我们一点没变。封印数据变化不到1/1000。属下觉得我们对不起魔君大人这3天受的罪。本君这3天在收集数据，
净灵体的分配机制被外部阵法干扰，下一步是搞清楚白无尘的目的。本君没有白费任何东西。白师兄说的猫在哪儿呢？冲着虎煞来的，可以看好戏了。哎呀，这只猫好乖哦。喵，我叫梅小七，103来的，你叫啥子？喵。哎呀，你看你还乖得很嘞。他在撒娇。哎，明天我还来看你哈。这啥玩意儿？哪来的树根？灵兽园谁修的？半本后夫不对，半本猫也不对。东北话出来了，被一个南川小姑娘摸了一下脑袋，左护法的方言开关就彻底失灵了。虎煞，他叫你乖，说你撒娇，你的耳朵刚才转了。那是战术性应酬，他是御兽师，属下配合他工作，你干哈用那种眼神看属下？你打呼噜了，和白纸挠你的时候一样。那是呼吸，呼噜和呼吸在物理上是同一种声波，属下只是在呼吸，你搁那笑啥呢？你舔毛的样子更像猫了，刚才你舔了3次前爪，以前你从来不舔。你那是什么表情？尾巴朝右是啥意思？学生搁这瞅啥？你盘在这瞅啥？我没有表情，我是一条蛇。重磅消息，虎煞被一个人类少女撸了整整，撸了多久？从他把虎煞的鼻子凑到指尖开始，到虎煞从猫窝爬起来逃到这里为止，即一炷香多3息。虎煞，500年前你跟本君说你不想让人碰你，今天你没躲开。小黑，今天的胡萝卜甜吗？甜，本君没再回答你，耳朵自己动的。和精灵体无关，你问了那句话，本君没感动。兔子眼睛进沙子了。小黑，明天还在假山上的话，我把胡萝卜送到假山下面，不用你下来。他的神识刚才扫过本君，探测他在找东西。苏师姐，早。白师弟，我来看看灵兽园的新登机制。副宗主让我核实一下，公孙彻、苏晴雪是他的人，不对，他的灵力波动有问题，有东西在他体内，活的。他被控制了。公孙彻和傀儡，众古人可以通过蛊虫感知宿主接触到的一切。他现在站在这里，公孙彻就在看，在看白主，在看本君。这只兔子新来的？上个月捡的，叫小黑。你起名还是老样子，全是药材，就特殊。他在布阵，有人通过他的眼睛在看这座灵兽园。本君现在不能动，动了就暴露，但不动，他迟早会看到虎煞他们。他走之前看了白树一眼，那个眼神，溺水者望向岸上。魔君大人，那个圣女在灵兽园4周埋了6个监视点，禽类与栅栏、假山底部、水池边、猫窝后面、晾衣绳珠子、杂物窗窗，全是窥阵。属下飞了一圈，全找到了。能毁吗？能，但毁了就暴露了。他能感知到阵法被破坏，公孙彻马上会知道有人发现了他的监视。那不毁的话，我们一举一动不都在公孙彻眼皮底下？属下刚才在猫窝里抠耳朵，他都看见了。有办法。窥阵通过灵力波动捕捉异常，如果我们在阵法范围内不产生异常波动，他就看不到想看的东西。你是说眼？眼一群普普通通的动物，猫就只是猫，蛇就只是蛇。他不信有魔物，他就看不到魔物。这事儿属下熟，
本色出演。你确定你在猫窝里的日常是打呼噜、吃鱼干、被梅小七撸？这不需要演技。虎煞吓得跳上了白主的肩膀。那蚯蚓有本虎煞半条尾巴长，谁见了不跑？小黑，今天有品鉴会，紫的、黄的、红的，你帮我尝尝哪个最好吃？品鉴会，本君是九幽魔君，现在在参加一个14岁小姑娘举办的胡萝卜品鉴会，评委只有本君一个，奖品大概是一根胡萝卜。这个有点涩，但能接受。确实不太甜，客观评价。小黑最爱红胡萝卜，白师兄，小黑最爱红胡萝卜。紫的只吃了1口，黄的反应最差，只动了半下，红的耳朵动了3下，3下。好，以后多买红的。你这就决定了，一个14岁小姑娘的业余品鉴会，数据样本只有1只兔子，实验没有对照组，你就决定以后只买红的了？你的科研精神呢？本君其实黄的也不是不能吃，偶尔换一下口味也可以，但本君不会告诉你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他说鹅拱的正常不？刚才那哈差球不多算正常吧？你好。小黑，你耳朵怎么了？闭嘴！本君在演戏，不要拆台。你记下来了，本君压耳朵你也记。本君的耳朵是你最成功的数据项目。白师弟，这个给你。什么东西？对修炼有好处的丹药，托人从昆仑宗带的。显灵丹能让净灵体显现。苏晴雪在替公孙彻确认白珠到底是不是净灵体。谢谢师姐，我不需要。白师弟，你最近修炼辛苦，拿着吧。师姐，我真的不需要。那我先走了，白师弟你忙。公孙彻在看他。那个圣女每次来灵兽园都是身不由己，她给白主送丹药，自己知道那是毒。本君认得那种眼神。500年前，本君在城门外面被正道的人关在风雪里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反抗。对不起，白师弟，但我还不想死。魔君大人，苏晴雪在松林里吐了血，蛊虫反噬，公孙彻一定在他体内中了惩罚禁制，任务失败就处罚。他是人质，别把他当敌人。那咋整？咱们现在帮不了他。公孙彻盯着他，咱们一动他就暴露。他暴露了，公孙彻就会换监视方式，到时候更难搞。胡莎说的对，现在不能动。下次我们可以在那个锦盒上做记号，让他知道灵兽园有人发现了他不对劲儿。玄蛇，你下次见到苏晴雪的时候，在她袖口留一片蛇蜕。玄蛇蜕的粉末能暂时麻痹蛊虫，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够他喘一口气。我记住了。苏晴雪，500年前本君也像你一样被人推进深渊，以为没有人会伸手。白主给本君留了龙，不欠你的，但本君知道那种感觉，一个人在黑暗里。小黑，今天你耳朵压了好几次。今天和演戏无关，算了，本君不解释，你记你的。全体下山后，现在。雨姬今天兴奋的不正常，她每次这种状态都意味着有人要遭殃。苏晴雪的监视法阵暂时休眠，窗口期大概还有1个时辰。趁现在，情报汇总。雨姬，属下汇总了过去3天的全灵兽园监视数据。苏晴雪的窥阵覆盖6个点位，监视强度在下午梅小七来的时候最高。公孙彻应该也对那个南川女儿的嗓门有意见。空窗期2个时辰。你的情报很完整，但你的左翅刚才抖了3次，你有事要说。属下在整理情报的过程中，无意中翻到了一份旧的500年前的在魔域居心铺分类的虎煞私人诗歌。雨姬，你敢！君如明月照魔域。雨姬，你干哈呢？你给本护法闭嘴！500年前虎煞的跳跃能力可以越过3层城墙，现在的弹跳力比普通家猫低了约9%7，树高1丈2，当前位置不足半丈，滑落速度大约每30下落1尺，预计到达树梢2炷香。铁山，你搁这帮倒忙呢？哦，他说对不住嘛，我以为猪鼻子摩擦力够大嘞。小黑昨天多看了一眼这盆花，小黑不喜欢的紫苏草，小黑喜欢的红萝卜。本君只是看阳光，阳光落在花上，本君看了2眼，你就多种了一盆，多看1眼就记下来。
本君没有喜欢那盆花，本君只是……算了，你爱种就种。魔君大人，这个少年比蜀塞当年对你好。虎煞，你是不是感动了？混犊子！他感动了，耳朵红了，尾巴也白了。那是夕阳。虎煞，那首诗你什么时候写的？北征滨海那年，您一个人在前面走了2个月。属下在后面带着辎重队，每天晚上扎营的时候，您从来不说话。坐在火堆边擦剑，滨海的月亮比任何地方都亮。属下就想，这个人，属下想跟一辈子。后来您回了魔域，神蛇说属下疯了，属下把诗塞在军机处最底层的柜子里，以为没人会看到。小黑，我今天在外门看到一个人穿黑衣服，在后山那边和副宗宗主说话，但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，右肩比左肩低，走路的时候左手不怎么摆。右肩低，左手不摆，被穿了琵琶骨的后遗症。右肩韧带被锁链拉断了，永远比左肩低1寸。知莲，你还活着。小黑，阿玲说紫苏可以自己种，我买了种子，等出苗了，你不用等他送。哥们儿，你这话题跳转的也太快了吧！本君只是在品鉴上给了紫苏2，你去买了种子，本君没有说喜欢，是你自己要种的，和本君没有关系。长出来的紫苏，本君会吃，浪费食物可止，和是谁种的无关。芒登，今天整了新口味。这个是我屋头寄来的花椒，北杏山的房子，巴适得板，你告一下嘛。左护法，你的体能问题，本君大概找到原因了，动力问题。我就说你肯定喜欢，烂串口味，巴适。你踩住尾巴有什么用？全灵兽园都看到了。芒登仔儿，我们北灵山的规矩，御兽师给灵兽做的第一种零食，要自己先尝一口。好麻，但麻得好安逸。玄蛇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给虎煞的感情生活做专题了？从遇见朗诵情诗那一刻开始，目前进度38%。玄蛇，你那个百分比是哪儿来的？科学计算，变量包括你的耳朵红了多少次，你在他面前炸毛的次数，你尾巴摆动的频率，以及你踩住尾巴但尾巴从爪缝里溜出来的概率，综合以上38%，误差正负3%。赤练还活着，在后山公孙彻手里。我就说他不可能是叛徒。10年前那次军阵演练，他明明可以赢，他故意输给我。如果赢了，公孙有更多权利，他不想，宁可输也不愿意做自己不想做的事。你当时就怀疑了？太了解他，他这个人500年从来不解释，被冤枉了也不解释。有这个时间，不如去守城门。他那一下本来可以打更重，他能打断。赤练，本君知道你在那里，你等着。灵兽园离后山隔着一条沟，一道墙。本君是不如从前，但本君记性好。10年前你给本君的混元丹，本君没吃，藏起来了。等你回来，你自己还给本君。今天的比昨天嫩。小黑，我昨天在后山采药的时候，看到一个人。后山，公孙彻的地盘。穿黑衣服的大哥哥，之前也见过一次。他蹲在松树下面，好像在哭。赤练，穿黑衣服，在后山。公孙彻的祭坛在哪里？赤练在哭。我没有走过去，他看起来不想让人看到，我就躲在树后面。他哭了一会儿，然后站起来，擦脸的时候，他用的左手，右手一直垂着，好像抬不起来。赤脸是右撇子，他右手的剑比左手快10倍。公孙彻废了他的右手，穿了他关在祭坛谷。他在哭。500年前丹气冲阵的赤脸。小黑，你认识那个大哥哥对不对？你的耳朵刚才动了一下，和平时不一样。平时你吃胡萝卜的时候耳朵是快快的动，刚才停住了，停了大概3息。我明天还会去后山采药，如果碰到他，我不躲了。我跟他说有人惦记他，一只兔子，一只黑兔子，他应该能听懂。赤练，本君现在不如从前，跳不过围墙，打不过猫，但本君听到了，你在后山，你在哭，你等着，本君想办法。3位师弟，今日灵兽园神奇动物展，1文钱带你见识会说话的神奇灵兽。地战灵兽园镇元宝胖虎，胖虎，说句话随便说。胖虎，给个面子。第2站，翠花说句话。方宇是蠢货，方宇是蠢货，方宇是蠢货。3位师弟这边请，这句不对，重来。方宇是蠢货。这不是我教的。等一下，还有第3站，这只野猪也会。不好意思，
今天的动物状态不太好，净亏损3根红萝卜。明天还开吗？开，换个名字，神秘动物展。翠花骂我的那段，你让他明天换个骂法。今天那段游客听过了。方义士，蠢货！魔君大人，属下飞进后山了。赤练在公孙彻的祭坛里，祭坛在后山老松林深处地下，入口有禁制，属下进不去，但在外面听到了声音。赤练和公孙彻在说话，赤练说你答应过我不动魔域平民，然后赤练拔剑了。属下听到剑出鞘在地上，赤练叫了一声，蛊虫咬到经脉的那种，忍都忍不住的叫。公孙彻说你的蛊毒还需要我的解药，下次拔剑之前想清楚。他被控制了。10年前他刺您那一剑，公孙彻用蛊虫逼的，他不刺魔域9成的瘟疫就会爆发，他刺了。公孙彻撤了围城军，然后给他中了控心蛊，把他关在祭坛里10年。所以他从来不解释，不能。蛊虫和公孙彻的心脉相连。他说出真相的一瞬间，公孙彻会让蛊虫咬穿他的心脏，他只能闭嘴。10年，在所有人眼里，当叛徒，当10年叛徒。10年前，本君对他说：“赤练，你的命是本君的。”他回答：“属下知道。”他知道自己的命是本君的，所以他把本君的命放在魔月平民前面，放在他自己前。他把所有人都排在自己前面。等救他的时候，属下打头阵。他说他拱地道，上回挖歪嘞，这回肯定不歪。他说肯定的时候用鼻子在土上画了条直线，画歪了，但他说那是直的。属下会把他打伤我左翅的事告诉他，让他道歉，顺序不能错，先道歉，再原谅。天机阁的探灵鸟，公孙彻请的外援，扫描精度比苏晴雪的窥阵高10倍。这只鸟不错，就是方向感不太好，进不来。你幼不幼稚？魔君大人要不要也试一下？很解压的，排第2。第1是偷听虎煞说梦话，语气冷湖北说梦话又咋的了？你昨天晚上在梦里喊了梅小七的名字3万遍，一次声大。第2次的时候，铁山以为你在叫他喵，拱到你猫窝边上确认了一下。我知道有人在监视这里，我不知道你们是谁。上次苏师姐来的时候，她的手碰到栅栏门，然后灵兽园里就多了一种味道，灵力，有人在看。他感觉到了一个炼气期的杂役，没有神识，没有灵眼。他每天和灵兽在一起，有任何不属灵兽的气味。我不认识你，也不需要认识，但灵兽园里的所有生灵都有保护。想动他们，先动我。你说给监视的人听，给公孙彻，给天机阁，给所有想要灵兽园里什么东西的人。你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，但你已经站出来了。这些话，每一句都是说给他们听的。3位师弟，这位师妹，今天的神秘动物展全新升级。今天人少的话，胡萝卜就当你的早饭。所以今天不管开不开张，我至少有一顿饭。10年，他等了10年，本君连月圆这一晚都熬不过去。不，本君能熬，500年前能，现在也能。这个兔子的身体在抖，兔子太小了，装不下500年的疼。本君不能叫，碰了之后，本君会不习惯没有人碰的时候。他醒了，本君没有出声，他是怎么醒的？小黑，别叫我，你一叫本君就忍不住了。不知道那个别的是什么，但你叫本君名字的时候，本君的耳朵不听使唤。你把手放在那里，你不碰本君，你等本君自己上去。你是不是对所有灵兽都这样，给他们选择权？暖，你的修为那么低，炼气期刚筑基，连神识都没有，但你的体温能让本君的元神裂缝停止撕裂。本君不懂原理，玄蛇可能懂，本君只知道在你掌心里，疼会慢慢停下来，疼的可以忍。本君500年来第一次知道有人在。只是月晕，明天就不疼了。你怎么知道明天不疼？你又不是兔，你养过当干。当归肚子疼的时候，你说明天就不疼了，当归第2天就真的不疼了。你太蠢了，本君的疼过了500年都没好。小黑的耳朵比刚才暖一点了，但今晚在你手里确实好了那么一点点，就一点点。胖虎，谢了。属下怕他冻死了，没人喂鱼干，和感情没有任何关系。魔痴炼，你的魔气10年没变，本君隔着一道墙就能闻到你。魔君大人是赤令，他在看你，他不下来，他知道有监视。他的魔气变动比10年前弱了7成，蛊虫在持续消耗他的修为，右肩经脉断了至少3根。左手的剑
还在。他在流血，我闻到了。你钻了10年，每天晚上在想什么？在想那天你不刺那一剑会怎样，在想魔域的月亮，在想本君是不是还活着。本君活着，赤莲，你看到了，你再撑一撑，等你自己把这颗丹药还给本君。他没有背叛魔药，等救他的时候，属下打头阵。我等着。叛徒！我认得你，你给我站到！铁扇，你在流血，你咋不吃回元丹？我晓得你有，你为啥不吃？铁扇，你还记得我的味道？铁扇，回去告诉魔君大人，后山祭坛底下有一条密道，公孙彻每个月缺出不在。下次月圆之前，我会在密道入口留记号，你们来拿阵图。你等着，我们来接你。这个墙咋比上一回高了嗦？又没得人性，闻到起。胖虎，听说月圆夜动物都会特别敏感，你要是心头不舒服，就吃这个嘛。我加了一点点花椒，软得很。我晓得你心到嘞。你不想睁眼就不睁嘛。鱼竿在石后头，花椒不多。月圆夜肠胃敏感，我减了量嘞。你要是吃了打喷嚏，莫怪我哈。他到底晓不晓得本护法是来卧底的？这花椒硬是巴适，跟他说的一样，暖得很。减了量还这么麻，不减量得啥样？本护法眼泪是呛出来的，和鱼竿没有关系，和他也没有关系。虎煞，你的尾巴搭在石盒上的频率，每分钟摆了12次，误差正负1次。玄蛇，你大半夜不睡觉，搁这数本护法尾巴摆动的频率。我是蛇，蛇不需要像猫一样睡那么久。另外，铁山刚才梦游拱出去了，遇到了赤脸，说他会在后山祭坛密道入口留记号。下次月圆之前，我们可以去拿阵图。1/1000，照这个速度恢复人形需要100年。太爷说100年，本君当时觉得他在开玩笑，现在觉得他可能还是要往快了说的。但昨晚至少知道了一件事，白衣的手能止痛。小黑黑，昨晚留下的东西我没动。你知道？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昨晚你赤着脚在月圆底下坐了半夜，你没问本君为什么疼，你没问那个人是谁，你只是把药放回去，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但你知道那东西是他的，你怎么什么都分得清？小黑，下次月圆我还把手放在这里，你疼的时候不用忍，叫我，我不睡。你不睡，本君不叫，你等吧。但本君知道你的手会在那里。昨晚月圆，小黑疼了一夜，我把它放在手心里，他的痛慢慢缓下来了，我没动。后半夜有人来过，魔域的人。小黑认识他，他看那颗丹药的眼神和看胡萝卜不一样，和看我也不一样。他在等人，等的不是我。小黑，他会回来的。魔君大人，您的字儿比属下写的好。500年前属下给您的军报，你还记得不？那字儿您说像蚯蚓爬的，您现在用爪子写的，比属下用剑写的还工整，属下心里不平衡。闭嘴，本君在备课。九幽淬体术，魔域最基础的炼体法门，难度不高，对凡人经脉负担小，见效快，适合他目前的身体状态。您的选择很精确。本君考虑了他体内封印刚松动过，上次在试炼补筑基之后，经脉还不太稳。用正道功法会加重封印禁制带来的排斥，魔道功法不触动白无坛留下的禁制，禁制只针对正道灵力。本君算过，您为他专门挑选了功法。您考虑了他的封印、他的经脉、他的体质。您的备课比您当魔君时写军报认真多了。军报您通常只写3个字：打赢红。魔君大人要教白云魔功，
棒消息，标题都想好了，魔君亲授炼气杂役的逆袭之路。副标题：从喂兔子到被兔子教，命运的车轮开始转动。雨姬，你能不能别啥都登上？上次你登本护法暗恋的事儿，全灵兽园都知道了。梅小七昨天还问你让本护法咋回答？你怎么回答的？那是500年前的事儿，现在只吃他做的鱼干。说完之后，他笑了半个时辰。本护法不知道他在笑啥。告白进度42%，比上次涨了4个点。练，你要教我？对，本君要教你。修为没了99%，但本君的脑子里装着魔域500年所有的功法。本君不能一直靠你的精灵体止疼，昨晚在月圆里疼了半年，你得变强。公孙彻在盯着你，天机阁在盯着你。你的净灵体是正魔2界都在记忆的东西，本君不能让你毫无还手之力。好，怎么学？你就这么答应了？你不问本君是谁，不问功法哪来的，不问会不会走火入魔，本君准备了半个时辰的开场白，你一个好字全堵回去了。你能不能有一次按正常人的反应来？好吧，你从来不正常，本君习惯了。九幽淬体术第1层。刚才身体里面有东西在动，通了，像堵了很久的水槽突然通了。你修炼了不到1个时辰就突破了第1层。白主，你在地上练字，练了一早上。上课，小黑在教我。小黑是这只兔子，它在教你写毛笔字，用爪子在地上写正楷。等等，为什么这只兔子写的字比我好看？方月，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，因为你写的字太丑。魔尊大人的字是500年的功力，你的字大概练了5天，不能再多了。这是骂人吗？是，但这个字写得真好，这笔锋，这结构，这个滚，有一种说不出的韵味。像书法大家心情不好是随手写的，但有章法的，你们懂我的意思吧？这个人把一个滚字分析出了章法韵味，本君不知道该佩服他的乐观，还是担心他的智商。3位师弟，兔子书法艺术展1文钱。这只兔子写了1个字，那笔锋，那结构。滚！这是骂人吗？这是艺术，那个字，你们必须亲眼看到，才能体会到它的气韵。1文钱。啊，小黑，写一个字，随便写。今天开张了。这是立体主义，重复一个意象来强调它的哲学内涵。退钱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兔子情绪不太好。净亏损，3根胡萝卜，和前2次一模一样。但今天有一个进步，翠花没骂我。方玉是蠢货。公孙彻来了，带了他的人。魔君大人，属下觉得他不是来逗兔子的。白世芷，在用功。副宗主，我在练字。这些字不像是你自己写的，每一笔的起承转合都不同。你的书法水平，我看过你在外门的功课，不在此列。他在分析笔记，他感觉到了灵力变动。白主突破的时候，封印被撬动了一口。这只兔子毛色比一般的野兔黑，眼睛比一般的兔子亮，爪子上有泥。这些字是你写的？
不可能，兔子不会写字。但这只兔子不寻常。来人，把这只兔子带走，我要查验。副宗主，小黑是我的灵兽，按照剑宗条例第12条，非执法堂弟子不得擅自调离已认主灵兽，认主日期在上个月，名册上有记录。副宗主如果要查验，需先通过执法堂审批，审批需要本厅弟子3人联署，书面材料提交后，按条例至少3天。你背条例背得很熟。灵兽园里每只灵兽的认主日期我都记得，条例从第1条到第97条，我全背了。从收养小黑的第1天起，因为我知道，总有一天会有人想把它带走。所有被放进灵兽园里的生灵，总会有人觉得他们不应该在这里。我只能背条例，我没有剑，但条例也是武器。副宗主，你要查验小黑，走流程，流程打完，我不会拦。好，改日我让苏晴雪带执法堂的联署过来，希望到时候你的条例还能救你的兔子。吓死你了！你腿在抖，你后背全湿了。你刚才跟副宗主对峙，用的是剑宗条例，一个杂役弟子，练气器，没有任何背景，挡在副宗主面前，背了一整段条文，你怕得要死还在挡。你说了，从收养本君第1天起，你就背下了所有保护灵兽的条例，那些条例是为了灵兽园里每一个可能会被带走的名字，为了本君。没事了，他走了。条例我还会再背，从第1条到第97条，以后可能还会加。你上次借我抄，我还没还，我想着万一你需要。公孙彻来了，带了探测魔气的法器，高阶的，比苏晴雪的窥阵灵敏100倍，已经过了外门，大概半炷香后到灵兽园门口。几个人？公孙彻本人，4个执法堂弟子，一个都不少。他手里那个法器，属下隔着半个剑宗就感觉到了。天机阁的东西，专门探测魔气残留。天机阁的法器，上次探灵鸟在门口撞了3次头，公孙彻这次是来真的。属下现在的伪装，打呼噜能过关吗？不能。天机阁的法器探测的是魔气本源，不是灵力波动，伪装行为没用，必须从根源上压制魔气。时间半炷茶，所有人听本君安排。虎煞，你的呼噜声比平时大3成。公孙彻见过你睡觉，继续保持。铁山，去泥坑正常拱土，不要多做什么。玄蛇，温度降到和环境一致，你擅长的。雨姬，你不在，你趁公孙彻进门飞白无尘书房，本君用爪子写了张纸条，你带上，内容只有一句：公孙彻在查灵兽园，天机阁法器，速。白无尘看到会懂的。这虎真能睡。他在评价虎煞的睡眠质量。天机阁的法器在虎煞面前完全失灵，因为虎煞体内现在没有任何魔气变动，他在睡觉，真正的纯天然的，没有一丝伪装的睡觉。本君这辈子见过无数伪装，虎煞的伪装是最完美的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在演。这法器是不是坏了？可能是灵兽园的空气机质量不太好。滚滚昨天吃了红薯。铁闪，你吃了什么？他说我就吃了俩红薯，咋了嘛？铁闪，本君不知道你是失陷酸耗的，还是真的吃坏了肚子。如果是酸耗的，你是天才。魔芋前锋大将，万铁甲犀牛，今天的战功一个屁！本君会在军报上如实记载。不可能！副宗主你也来看兔子？兔子可乖了，你要不要摸一下？不必了。真的不摸吗？毛可软了。小黑，你今天眼神好凶，
刚才你是不是在瞪副宗主？走。走远了吗？过了外门，法器变动消失了，走了。本护法从来没这么紧张过。你全程在睡觉，那是演技。白无尘的回信只有一句话：已知，我会处理，保护好白厨和他身边的。白无尘说他身边的，说的是我们。他知道灵兽园里不只有白厨的灵兽，他知道，他一直在知道，他在等，和我们一样。雨期，信送到了，做得漂亮。属下在宗主书房外面，差点被探灵鸟发现。他现在换班时间改了，以前是每2个称换一次，现在是每个称换一次。公孙彻在加强监视。魔君大人，下次行动窗口更短，那我们下次行动得更快。铁山，你的屁储存量够不够？哦，啥？他说他不知道屁还能储存，他以为那是随机事件。所以今天法器失灵，真的是个意外。魔域前锋大将，万年铁甲犀牛，今天救了全队，靠一个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再来的屁。本君胡萝卜，给他2根。上次公孙彻来的时候，他先看假山，再看虎窝，最后看禽类区，目光停留顺序。看出来了，一个练气期的杂役，没有神识，没有灵眼，他靠眼睛，靠耳朵，他不说破，他等我们愿意说的时候。小黑，今天早上公孙绰来之前，你在假山后开会了，对不对？和胖虎他们，你们在商量什么？他带法器来的，你们提前准备了。胖虎今天的呼噜声比平时大了3成，玄蛇的尾巴换了4次方向，他平时最多换2次。铁山吃的红薯，是你让他多吃的吗？你全看出来了，全灵兽园的演技，只有你一个人在看穿。你不说，你等到公孙彻走了，等到所有人都放松了，等到晚上，你一个人坐在这里。你知道我们在瞒，把今天所有的异常全记在本子上，知道我们在瞒你，你只是记下来，放在那里，等我们愿意说。你们不用告诉我，但下次提前跟我说，我能帮你们望风。月食，2个月后的第3个亥时。你就不能一次说完？你说话是论时辰的吗？年轻人，急什么？老朽活了8000年，这个2个月后在播千年里不过是眨个眼的fu太爷，您眨眼需要2个月，属下佩服。属下等了不知道多久，先等你说月食，再等你说2个月后，再等你说第3个亥时。哇！这要是军报，仗都打完3轮了。太爷，您怎么知道月食的精确时辰？白主小时候在假山上睡着过，口水流在我的龟壳上。那孩子的灵力时候起就在渗进着这些8000年了。他是第2个能让这些裂纹发暖的人，所以他的事儿我记得。月食之夜，天罡阵眼会出现短暂空口，够你们同时解除所有封印，但有2个条件，缺一不可。第一个，白主的封印需要被部分解除，他的净灵体必须主动输出灵力，不能像现在只做被动中转。第2个，公孙彻祭坛里的天罡阵图，没有阵图，封印不仅解不开，还会永久加固。2个条件，白不觉醒，窃取阵图2个月，公孙彻每个月月初不再见踪，那是唯一的机会。我供，这次肯定不歪。铁山上回拱了3次，一次食堂，一次女弟子宿舍，一次被泉水喷回来。你别说，上回那是热身。太爷您慢慢说，我带了茶。这孩子懂事儿。刚才说到哪里了？胖虎，你看，这个是白灵山冷水鱼，这个是我们屋头种的花椒，这个是我自己画的你。你看这个耳朵，我画了好多次才画对的。你看嘛，我把你画得好巴适。这个鱼是白灵山冷水鱼，这个花椒是我们屋头种的。胖虎，我晓得你不寻常，但我不管你是个啥子，你喜欢我做的鱼干就够了噻，要得不？我的封印可以解开一部分，只要有人逼我。上次在试炼谷就是，我感觉到了，生死关头，封印会自己松动。我等的就是这句话。试炼谷，同样的地点，同样的压力，控制在不伤性命的范围内。你不怕？因为有你们在，胖虎、小白、滚滚、翠花，你们都在，我怕什么？小黑，躲远点，别过来。树没事吧？白猪选手第1次被击飞，姿势给6分，站起来了。净灵体光芒特效满分，
这不是大比解说，你干哈呢？这是新闻现场感。那个小灵兽，你帮我去看看他有没有受伤。景灵体的本质是融合，这个少年是天道的第3种可能。爹，你一直知道我的体质，对吗？那你骗了我24年。等你伤好，我会告诉你一切。在此之前，不要再接近副宗主。爹，你和副宗主之间有什么恩怨？和他没关系，是你娘，公孙彻的对手，是你娘，她叫素仙。你放了什么？灵芝、人参、当归、枸杞、巴豆。巴豆，可能放错了。方师兄是宗门唯一一个能把疗伤药炼成血药的人，全药园都知道。重磅消息，方毅的丹药被列为教学反面放门。变强，不想再让任何人保护我。等我伤好，有些事你要告诉我，包括你到底是谁。跑完1圈奖励1条，来嘛来嘛。10圈，别用那种声音给本护法加油。来追嘛，巴斯特凡！跑了这么久就1条，然后再跑1圈再给1条。本护法被同样套路骗了2次。你好瓜哦！虎煞选手突破个人纪录，跑了半圈。历史上的今天，500年前同一天，虎煞率先锋军破敌5000。而现在，他为了小鱼丹跑了半圈，历史的进程令人感慨。你偷鹅藏的胡萝卜！你搁这瞎嗷啥？那是代餐。你还有啥要补充的不？胖虎，减肥要是让你不开心，那就不减了嘛。做一只开心的胖虎，我一样欢喜你。虎煞变了很多，他以前从来不会为别人改变自己。你也变了，你的耳朵在他受伤后就一直竖着，你一直在关注他。那是戒备，戒备不需要兔子耳朵。不行了，方毅被虎超了。 2个月，铁山能拱多远？虎煞能受几击？白主能记多少条例？赤炼能再撑多久？2个月，够把该救的人全救回来。